对多重系统退化症，就是 MSA。顾名思义，它就是很多的身体、大脑的各个器官都受损，所以它都一起退化。大脑包含什么？包含记忆、语言，还有空间感，还有算术，对，还有投资或者参考。那再就是还有就是情绪的控制，那还有动作的控制以及感觉。那小脑包含什么？包含精细动作。在练习溜冰，会溜冰的，会骑脚踏车也会。我们设计师会溜，太厉害。会骑脚踏车、会骑摩托车这些，甚至你的眼睛的动作、舌头的讲话的控制，你写字有办法精准，都是小脑在上面。所以这样的病患类似，我觉得它应该是说神经领域的一个癌症也不为过。就刚刚孟和说的3个月就走，然后我们也有病患，照顾好的话可以到3年或10年以上。它到底差在哪里？我跟大家一一介绍。这个是我可以控制一下。主要就是我们在诊断上有哪些需要帮忙的地方，或还有不足的地方，以及我们处置上还有什么几乎是无药可医的一个状态。那最后就是我们的未来目标。那大家听过帕金森症吗？帕金森症有听过吗？有碰触到这个帕金森症病患的经验吗？比较少，对不对？所以帕金森症跟一般讲的失智症其实不太一样。失智症是这个记忆先受到影响。例如说，我刚刚上一场讲到什么，我就忘掉了，我就跟大家介绍一次说，大家好，我又来跟演讲。这是上1秒忘掉的事情。那帕金森症跟多重系统退化症，他们是动作相关的受损，也就是说，我现在要拿一个刀叉，要插东西，可能就会抖。或是我拿水杯就会一直在晃动。但是讲话的时候，拿着麦克风定时不动的时候，它就开始抖起来。那走路也会越来越小。我往下一层。走路的话，就是除了站走之外，走路也会有点像弯腰驼背这样子，就像画中这个人物。跟讲到了某些人，弯腰驼背这样走路，甚至走路会小碎步，你走不动这样。所以这个是帕金森症我们门诊常看到，但这类的病患其实我们用了很好的药物之后，它大概都不会想到我们的寿命吧，所以都可以好的治疗。但因为这个疾病它是多重受影响，它不是只有帕金森的系统受影响，它也会有自律神经失调以及小脑供给失调，就是小脑受损。大家在座觉得自己有自律神经失调的，举个手啊。其实这个很常见，自律神经失调在4个人当中就有1个，就是也是非常常见的神经退化疾病。但是我们在说的自律神经失调不是一般房间说的，而是真的血压高或低，我们这个病人可以站起来血压变80就昏倒，然后我们坐下来躺下来血压变180，所以那药物更非常调整，那个是在几秒钟之内发生的变化。如果我们用一般的降压药，它可能就站起来的时候血压一直降很低，到完全失去生命。小脑更是一个我们目前现今神经科领域还没有办法攻克的这个疾病，因为小脑受损无药可医，无药可医。自律神经我们有药物，帕金森症状我们有20-30个很好的药物在发展，小脑的症状真的是无药可医。那常常喝酒的各位前辈们，如果大量喝酒、饮酒之后，也会造成小脑的萎缩，走路就会晃动，就这样子，然后走路开的。但我们目前都是适量饮酒，没有问题。那往下。这个疾病的话，刚刚孟和有说有些短的3个月，但事实上在国家的统计来说，像法国、欧洲、美国，他们大概平均诊断说是4年左右。那如果相较其他的这个失智症、帕金森症，大概是10年到20年。所以相对来讲是非常进展规划快速，而且他在很早期，可能诊断的前半年、前1年就需要坐轮椅，根本就没办法走路，因为他的小脑功能受影响的时候，这个病患他如果有接触过的话，他就是会一直这样晃动，根本走不了。有时候就脚开的这样走路，拿着拐杖走路，他很少没办法下楼梯，没办法去做复健，因为光是站着就是很辛苦。像如履薄冰，穿着溜冰鞋在走路的这个状态，大家能想象吗？如果不会溜冰人一直穿溜冰鞋在走路，那是一个很不舒服的状态。往下。那其实我们医院方面就是不止台大医院啦，就是其他的医院。其实不止台大医院，还有其他的全国还有全世界国际上有很多对于帕金森症的，很多对于帕金森症的这个像不管是病友会
基金会以及公益团体都很多，所以大部分都是在做失智症以及帕金森症的这个照护和治疗。但是小脑这一块真的很少见。那在最好在国外就是有 National Ataxia Foundation， 是国家的小脑的基金会，他们也是做很多病友关怀跟初期研究这方面。所以在台湾这样的病友呢，主要是在脊髓小脑萎缩症协会，就是 SCA。SCA 的话，它的这个疾病是基因遗传的，但我们 MSA 它是没有基因遗传的一个疾病。大家有看过 SCA， 或者是说对 SCA 大家可能比较有印象是1公升的眼泪。他有看过1公升的眼泪吗？那女主角就是得的那个疾病，就是这个脊髓的小脑萎缩症，是基因遗传的疾病，20-30岁就会发病。但我们这群患者 MSA， 他在40-50岁以上才会开始发病，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这个研究。往下好，我会比较快速的跳过，大家可以一边用餐一边有聊。那如果很有学习精神，也可以尽量拍照，没关系。对，尽量用餐。好，那它就属于一种非典型的这个症候群。所谓非典型，就是医学上没有药可医，进展又很快速，而且症状非常多变。它这一开始诊断可能像是帕金森症会手抖，之后半年或1年之后就跟我说，对药物反应无效，然后开始小脑出现异常，自律神经也出现很大的异常，才诊断是 MSA 这个疾病。不知道各位如果有接触过这样的患者的话，就会知道说，其实我们每次的回诊，1个月、3个月回诊，我们都要很小心，这些疾病是不是会互相变来变去？这个是我们做神经科医师，又是我个人的理念。这样往下，也就是帕金森的药物，可是这些药物对 MSA 都没有效，所以有些用了反而更严重。往下。所以在我们临床上，我们就会看出，它到底是不是有些绝对不能出现的症状，或是一旦出现之后就要非常小心，因为它可能不是典型的疾病，而是非典型。我们的医生就是一辈子就在为这个非典型的疾病而对抗、而努力，因为这些疾病在发现的时候，就等于宣判了它未来的预后不是很好。但我相信我们在越来越了解疾病之后，我们可以开发出更多的药物，就像帕金森的药物有20-30种一样，只是我们对于小脑疾病的投入还不够多，研发也不够多，我们这个专业团队、医师或科学家的努力也不够多，因为光是失智和帕金森就过我们做很多倍子，对。好，往下。这个病患的影片是 PDF 档，所以没办法示范，所以我们先跳。因为我刚才就示范过，就是小脑癌的功能，它眼睛动作、走路，那有被测过酒驾吗？摄影师你点头。好，所以酒驾就是说，我们请病患走这个不是病患，被临检的人走这个直线这样子，我们小跟眼角线这样走直线。如果这个没办法做的话，就会用这小脑的措施，所以应该是有喝酒，但在这群病人他没有喝酒，但是他走路是没有办法走得很稳，所以在座如果有机会，等一下起来要联络的时候，可以试试看这一部分。还有更难的版本，我等一下如果有空的话跟大家分享。往下，所以这是我们的疾病，我们要做一堆基因检测、影像评估、病史询问，大概每次出诊遇到都会花到半小时左右。那整整我们会说过5关诊6项，这5关全部做完之后，才符合现行国际上最完整严谨的这个检测。往下，我尽量这样数。所以我们要测这么多的基因，这么多，因为这些基因都有可能会是跟这个疾病很像的。跟小脑相关的疾病，大家猜有几种？人体有3万个基因，将近3万个基因，但跟小脑相关就100个左右，所以它就占了1/1000左右。对，往下。所以呢，这个2022年跟1998年国际上有推出诊断的这个工具，但这个诊断工具2022年到现在已经过了3年，对不对？发现它的这个精确率大概就7到8成左右，所以还不是很严谨，还不够好。最严谨就是我们要做脑部的病理染色，像失智症我们会做病理染色，帕金森症以及 MSA 等等，都是这些坏的蛋白质沉积在我们脑当中，让我们没办法讲话，没办法记忆，没办法走路，没办法吞咽，我需要别人照顾。往下，好，我们再继续往下，这个太复杂。这个蛋白质到底是什么？这个蛋白质就沉浸在我们神经细胞当中，那神经细胞又分超多种，我们还没办法完全解释。目前国际上还在
每年都有新发现的神经细胞，这是特别令人兴奋令我兴奋。在座也许跟我一样兴奋，也能感受到。但是我们着重在神经细胞，有很大一部分的被忽略的是这些另外一种神经细胞，或是星状细胞等等，还有发炎的细胞，这都可能共同造成脑部的疾病。那就像我们的大脑疾病是以失智症为主，神经细胞我们也是以神经元细胞为主。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相信都是受到孟和的感召。我们针对的是人体当中的人脑当中的比较小众的小脑，这也是神经细胞当中又更小众的这些神经元细胞以外的这些未知的领域。这个是我想特别可以值得提出来的地方。往下，好，这是卡通示意图。我们这些坏的蛋白质就沉积在脑当中，造成发炎。这个是发炎细胞。这个是造成我们的这个最主要神经受损的寡突胶细胞。它会产生类似像电线的这个绝缘体，这一穿一圈的，像那个大肠包小肠把它包住一样，或简直是电线的绝缘体，让我们的神经可以传递得更快。所以这个坏细胞一旦被影响之后，它就会破坏我们的电线绝缘体，电线走得更慢，电线得不到养分，然后我们真正的电线的神经元本身也受损，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如果是帕金森症或是失智症的话，主要还是以神经元细胞受损为主。那我们下一张，往下。那这些坏蛋白质，大家会想说，为什么这些坏蛋白我们直接把它清除掉就好了？但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大家有听过失智症的新药吗？失智症的新药，我们如果是有患这个轻度失智的话，目前可以有个打的药物，把这些坏的蛋白从脑中给它抓取掉。但在这个领域当中，我们坏的蛋白是没办法研发到可以侦测在脑。我们唯一能发现它在脑部的方法，就是等病患过世之后做的病理解剖的检测，才可以分辨说到底是帕金森症还是 NSA。因为我们大概有10%，还有1%是，就算经过多年的追踪，我们临床上还是无法分辨，还要靠最后的病理诊断下。好，理论上处置是零啊，几乎没什么处置，但我们还是可以做很多，因为我想我们虽然没办法 cure， 但我们可以 comfort 病人。所以我们没办法治疗病患，但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心灵上的慰藉，以及告诉他们怎样避免后续的这些影响，避免这个吃太轻低血压，避免吃太热的、太烫的食物、太冷的环境、太烫泡温泉这些都要避免。那安全症状我们可以用药物适度的缓解，也可以用肉毒杆菌注射。所以我们有肉毒杆菌门诊，有需要的同仁也可以来找我。好，往下。所以自律神经其实受很多的影响，肠胃、唾腺、排汗、排尿以及这个血压控制都会受影响。往下，所以这大概是我们会跟病人说，我们要在生活上控制，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药物的话，大概就从生活着手。但其实很多疾病也是生活改善非常重要，我们不可能单靠吃药就长命百岁，就肌肉头好放纵，对不对？所以药物跟非药物的处置以及生活的调整，这都是3方面的循环。也因此，我个人也有参加很多一些病友协会或者是健康促进协会的一件事或秘书长的一些补给值这样子。那未来目标的话，我们当然是很希望 NSA 就是成为真正受人重视的，也受可以找到帮助的地方的一个组织或团体。那其实 NSA 的病患大多数会在小脑协会或者是帕金森病友协会当中，常常得到的这个回馈就是说，家属跟我说，他去了帕金森协会，发现那不是他想要的知识；他去了小脑协会，发现那不是他想要的知识，在当中他得不到真正的安心的点，所以来我的门诊。那我就跟他说，其实国外有很多，我们都有去联络，每次去开会的时候，我们都跟国外的这些病友团体都密切接触，所以有时候他们会来台湾，我们接待他们来参观我们的癌医，希望可以让他们了解说，其实有很多的病友需要别人帮助，那他可能之前流窜在各个医师之间，或北中南之间，或者他就我最不愿意，最不乐意看到就是说，他会因为一句话说，别人的一句话说这个没有药医，就再也不看医生，他就放弃了，他就不看医生，不领药，他也没有好好的监测，也没有做相关的完整的检查，没办法确定这个疾病诊断，就住在家里面也不出门，因为也无法出门。这个是我最不乐意见到。这个每次听到
有这样的病患的故事，都觉得很难过、很心疼的。所以我是希望我们尽我自己个人力量，也希望如果大家认同我们的理念，认同孟轲的理念，可以一起把这样的这个理念发扬光大，在台湾或全世界。那国外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组织，虽然是小众，但他们其实也是做了很久，耕耘很久。这些也都是病患的家属。有一个是妈妈得了这个MSA， 有另外一个俄国人，他是妈妈得了 MSA， 有一个这个美国人，他是哥哥得了 MSA。他们创立这样的组织，全国奔走，他也帮助各个地方、各个国家创设 MSA。大家想得到吗？奈及利亚有 MSA， 南非有，那目前台湾没有一个正式的这个组织，这不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吗？所以我们往下。这是之前我们，就是国外的病友的负责人来台的时候，我们也在牙医也有跟他们介绍我们所做的一些各项努力。那时候也有一些病友和家属，也有参加到，很感谢他们，对我们的这个帮忙这样子。以下就是他帮助所有的像日本先开发国家以及非洲等等刚刚提到的国家的 MSA 的组织。好，往下。所以我们交流其实是很丰富的。那最后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国外，不像美国好了，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是怎么样在从各方面，从政府到民间，从上到下如何纵横连结这样来对抗这样的疾病。这个法案叫做终结帕金森法案，是2024年通过的。那时候是谁当总统的？美国总统拜登。对，大家觉得拜登，大家是觉得他走路很慢，讲话很慢。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是有神经退化的状况？我想他都很高龄的，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但是我想那时候，因为美国的失智法案已经非常成熟，在1990年就开始，他们的跟大家分享一下，1990年代的时候，他们说我在2025年要达到可以治疗失智的药物，有没有？他们成功了，他们推出了失智新药，大概有3到4种。他们成功了，所以他们是从上到下合纵连横，才接近产业界以及民间以及科学界的这个努力。那帕金森症，他们从2024年开始，终于可以轮到帕金森症了。他们是促进预算、发展治疗项目，以及早期鉴别诊断，以及整体的照顾模式，甚至国家级的这个登录追踪计划，以及认识帕金森症这种典型和非典型的疾病。唯有我们从民间认识它，我们才会去寻求更多的协助，还有更多的资源，大家才会投入这样的疾病，才会有更多的心力投入到这些比较小众的疾病。帕金森症从2024年开始是美国的部分，那台湾的话比较少这样的一个从上到下的系统整合。往下，下一张，谢谢。所以我们到底能为 MSA 的病友们做些什么？这是我就是从事工作以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大概不会只有说只开药就让病友回家，我们希望可以从生活层面上都着手，甚至从法务层面上、财务层面上都可以尽力到帮助这些病患。所以我们如果参照 PD 刚刚美国的帕金森的这个法案的话，我们其实能为这个那些病友做非常非常多。那其实在这个病友协会以外，我参与了小脑协会，参与了这个爱脑协会的这些促进大家认识脑健康。那如果脑健康一旦损失之后，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就是我很想要了解，就是反正我们有一生的这个的时间可以去完成这样的使命。或许有更多的使命在做如果也认同这样理念的话，也就是欢迎多跟孟轲联络。那最后一张，那其实也很感谢在座各位老师，还有同仁们，还有，我觉得每一次的相遇都是很特别的礼物，但都是也许是上天安排好的，或者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但我想我们就是抱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心情去面对每一天每一秒这样子。那也感谢过去的这个伙伴，他帮助我认识更多的 MSA， 我以前的老师，我以前的同仁，以前师长老师，还有赖教授等等其他的老师。我们参与很多临床试验，从台湾的初期临床试验，大概是变成新创公司，我们也有参与过。一个脑健康的一个协会，我们也从发起参与过，甚至是引进国外新的临床试验，让他们说台湾有很需要帮助的病人，他们终于点头
来台湾开这个临床试验，我们也参与。对，所以但我想有时候我一个人继续跟我说，还有很多的药物是不是可以从日本、韩国还有美国、欧洲这些来台湾做？他们会说他们已经做好了，我就请病友家属们写信去，也去拜托他们。所以这个是我想我们从各方面层面，从一个医师以外，也不受限于自己是个医师了。我觉得医师还有工作现在都很流行，跨界发展很多元，还有斜杠的，不管你称呼他什么，但只要有心就可以贡献更多的人，也照顾更多人，这是我的理念。那谢谢大家。